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哦呦，你看我的眼袋掉到这里了，有没有？最近真的是睡眠超不好的，因为跟 Charlie 每天都在战斗，晚上他不睡觉的。那今天主题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边化妆一边聊天，聊聊我的现状。然后化妆品呢，都是最近新购入的一些彩妆单品，基本上我看大部分的都是 drugstore 的，就比较平价的东西啊。然后想说在屏幕面前第一次试用，然后给大家聊一聊感受什么的，就是一个比较聊天性质的主题。那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这里有我的一杯 Starbucks 咖啡，没有咖啡真的不行，录不动。首先呢，妆前我们用的是这个 NYX 的 BB 妆前，它的功效呢是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光滑、比较亮和比较保湿，就是我现在需要用的东西。每个看到我现在应该很黄吧，就是有点黄脸婆的样子，然后眼袋也是特别严重的。然后它这个用法就是除了可以当做你的底妆以外，还可以就涂上这个就直接出门，所以应该是效果还蛮好的。我买的这个应该是它最白的一个颜色吧，我们来试试看。因为它的那个管呢是这样子尖头的，所以像这种尖头的东西，我可以直接的就把它点到脸上。不需要再去接触手啊什么的，就手上弄得很恶心。这个味道还蛮好闻的，是那种护肤品的味道，而且闻起来不便宜。我先放点音乐，我好久没有录视频，实在是讲话有一点点尴尬。我听的是 GD 的无题，就最近啊，生活节奏很快嘛，因为孩子还比较小。Charlie 才多大？2个月多一点吧，2个月多，属于那种很闹很哭的时候，所以整个人就是蛮神经紧绷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一哭，其实小孩哭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没养过嘛，他一哭就会啊，你怎么了，会很焦虑，所以最近速度都很快，比如说上厕所都是冲进去，然后很快就冲出来那种。所以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话，你们觉得我好像在赶时间什么的，对，就是我最近生活就是比较一个节奏比较速度快吧。然后现在Charlie在睡午觉，所以我可以稍微的录个视频。我要提醒自己一定要慢下来。那我们今天粉底液呢，用的是这一支 Fit Me 的粉底液。今天视频呢也是由美宝莲的 Fit Me 赞助。那 Fit Me 粉底液之前是我去年的年度最爱的一个最爱平价粉底液之一，它是我觉得在平价粉底液里堪比大牌的一个妆效吧。然后我买的颜色是110 Porcelain， 是最白的一个色号吧，应该是。然后这一支型号呢是给干皮或者是正常偏干的那种，那它有另外一款是给油皮的。平价的粉底液来说，它是可以算是持妆度真的很久的。然后这一款就我买的 Hydrate and Smooth 的这一款就是很保湿，那另外那一款就是给油皮用的，就是非常控油和雾面感的妆效。那我一般上脸不会放太多，我会就是把它平铺在脸上，这样点开。正常偏干的这一款，就是这一款是后出的，它原本比较有名的，也是大家觉得比较好用的，是控油厉害的。你看是不是就是妆效非常好，然后很好晕开？那如果你是油皮，不要去买这个型号，你要去买专门针对油皮的那一款。好，然后因为眼袋比较深，所以我会快速的把黑眼圈下面放一点遮瑕。黑眼圈的地方看上去非常白，但我觉得化完眼妆应该会好一点。这个粉底液它稍微有一点点黏，我觉得不定妆是不太行。今天定妆呢，我们也有新的玩具，是 ELF 的这一支 Makeup Mist and Set， 这个样子的，是像这样子的一瓶喷雾吧，黑色的包装壳，摸起来是那种软软的塑料瓶，就是我这样手按下去，它会被我捏扁的那种，很轻，比较方便带啊。之前 vlog 呢，你们说很喜欢这个指甲油的颜色，是这个。Pacifica 颜色是 Desert Princess， 非常好用，我觉得它直接涂上去就是手上已经指甲上会亮亮的嘛，就好像你已经涂过那个打底和之后的那个叫什么，就指甲油方面的东西我不是很了解，就是 Top Coat。对，功效呢还是跟所有的那种定妆喷雾是一样的，帮助你定妆，说是比较轻薄，没有油分，里面有维生素 A、C 还有 E， 还有那个什么防你爆痘的一些东西，就是 soothing 你皮肤的，像是黄瓜啊、芦荟之类的东西。
这个味道呢就不是很好闻，没有像刚刚这个平价的 NYX 的这支东西闻起来那么高级。好，然后眉毛呢，我就快速的用 Sephora 的一支眉笔把它画出来。我觉得对于它的那个价格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吧。05号 Neutral Grey Brown。那今天所有化妆品的信息我都会写在信息栏。B 站的话呢，就会在热门评论，如果你们有兴趣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最近我真的就是相当的抽不出时间，所以 B 站有好一阵子它的信息啊，我们 B 站的课代表啊去 YouTube 上搬过来的，在这里非常谢谢你们啊。对，然后我还有另外的一些视频的小想法，就是我还蛮想录带着 Charlie 的一天的那种类型的 vlog， 给那种想要当妈妈或者想要要宝宝的小朋友一个很直观的带娃的一天的那种视频吧。就好像之前我录的生产视频一样，当时小石头问我说你要不要我录你宫缩的那么疼的那些东西，我想说要，因为我就是想要给大家看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假如我在快要生了，然后怀孕，我也会很想看人家生产的整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所有东西都拍的真实，比如说我疼的那种面目全非的样子都拍下来都无所谓。那个视频出来后，很多人都在议论就是生小孩还要化妆这个事情。其实我真的不是为了拍东西我才化妆，就算我不拍东西，我生孩子那天我也会化妆的。在我看来吧，我觉得化妆根本不是给别人看的。你们发现没有，我染头发了。我本来想染那种深棕色，但是染出来以后发现它就是比较接近黑色吧。眉笔什么的都是以前的眉笔，我还没来得及买，就是跟我头发一样的眉笔，所以眉毛可能看上去有点淡淡的。我们眼妆我会用新出来的这个是刚刚最近去网上下单的 Urban Decay 新出来的一个 Back Talk Eye and Face Palette。Urban Decay 的 Naked Palette 那些就没有说特别的感冒吧，但是为什么我买这个呢？一是纯属想试一下，二呢我是很喜欢它 Face Palette 的这一部分，就你看它是这样子分2层的。所以这边会看起来很厚，上面这个4个颜色是脸部的颜色，3个腮红和一个这个高光。这个高光我当时在店里摸了一下，然后上脸这样子用手指上脸了一下，我觉得粉质很细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边的眼影颜色我都还蛮喜欢的，就是感觉是比较 neutral，中性的色调，也不算特别夸张什么的。而且这个眼影的名字叫做 WTF， 第一次看到眼影会起这样子的名字。我们今天一会儿要用的眼部刷还有脸部刷都是会用到淘宝的一家厂商寄过来的，它名字叫做这个，我不太会念，我会把字幕打在下面，如果你等一下喜欢它出来的效果或者是刷子的样子的话，你可以去查找一下。好，那我们先用这些眼部刷，你可以看到它是全新的，因为是刚寄来的，然后我刚刚把它打开晾了2天，因为它刚寄来的时候我闻了一下，我觉得味道很大，所以我就放在那边散了一下气，现在呢就是没有味道了。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白色的毛，它的刷柄这边有一个斜头，这些一共是一套哦，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标号，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们说我用的是几号刷。首先呢，我用这把刷子，然后用最浅的这个颜色扫一下整个眼眶，我喜欢看那种新的刷子沾上粉的第一次那种感觉。这一盘眼影呢，我当时在店里摸的时候，我就感觉它不是说特别的显色那种。然后呢，我再用 Black Talk 这个颜色和这样子有一点斜度的刷子。就刚刚虽然只刷了2个颜色，但给我的感觉是它眼影粉质很薄，就是比如说你一下子刷上脸，不太需要晕染，它整个分布的还是比较细致和均匀的。今天录视频之前在消毒那个 Charlie 的奶瓶什么的，然后呢，我再加上一点 WTF 这个颜色，这颜色是我就是很喜欢的眼影盘里的那种颜色吧，主要刷在这个双眼皮褶皱里面。说到双眼皮，2个多月的 Charlie 现在好像是内双，我想问一下有了宝宝的朋友们，这个小宝宝双眼皮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不一定有一个定数的？是不是等他18岁、17岁的时候还有可能从内双变成双眼皮啊？然后呢，我们再画下眼睑，我会用 WTF 这个刷子，刷柄比较圆，就是比较粗一点，对于手大的我来说还蛮好抓的。我感觉如果你是男生，然后你也化妆的话，你可以买这种刷柄比较粗一点的，会抓的比较牢。还是用刚刚这个刷子，我沾一点最后的这个颜色，这个是有点金属感的，名字叫180。我一直在看旁边的镜子，然后我一直忘记，就这个眼影盘上有镜子，我不知道是刷子还是眼影粉，就是整个感觉蛮好的，上眼睛好均匀哦。
这个形状的刷子，沾一点 Bear 好了，放在眼头。我眼睛眼尾都已经放了这2个雾面的颜色，眼睛前面我想作为一个就是亮亮的点缀，会用到的是 Essence 这个 Metal Shark Eyeshadow 02号 Star and Story， 怎么讲偏紫吧，所以我先放到这个中间看一下是什么效果，有可能就是太偏紫的东西放在眼睛上会显得肿吧。很多人说这个呢是 Stella 的那个替代。Stella 的那一款我忘记名字叫什么，我也有那支我相当喜欢我会把图片放在旁边，因为我忘记它名字了。用下来呢，我是觉得那一支比它更加显色，更加亮一点，分布起来更加均匀一点。但是价格的话，就是 Essence 这个是非常便宜的，是那种膏状的嘛，所以怎么样也会比粉质的金属色要显色很多在眼皮上。OK， 然后我再快快的涂上眼线。眼线这一支呢，眼线膏是从 Ulta 网上买的，也是比较新的。眼线呢，差不多就这样，也是比较淡的一条吧。然后我们再画睫毛膏，睫毛膏我有一支新的，也是新出的，好像在这里 Benefit 新出的这个 Bad Gal 睫毛膏，会让睫毛看起来很满，像贴了假睫毛的效果。然后呢，可以保持36个小时，就比较不太晕的那种。它里面打开以后长这个样子的，看起来是一个很年轻的设计吧，来试试看。你们看，还不错哎。哇，超长的！我先把它整个刷上去给你们看哦。它比较少，就是根根分明的感觉，有一点点小结块吧，在那个就是最顶端它的头那儿，但是真的看着超级长。忽略我的黑眼圈哈，因为上面有些铆钉嘛，所以很不滑，我可以拿得很稳。还挺惊艳的这个睫毛膏的效果啊！回到这个 Urban Decay 的 Back Talk， 它另外一边是这4个脸部的颜色哦。中间这个镜子可以拿下来，我刚发现。我当时是在柜台里摸了这个叫 Party Foul， 我觉得这个很细，有没有？还有这个 Low Key 也蛮好看的。是那种有一点点带闪的腮红，我们拿这个比较大的好了。看到颜色吗？就真的很不显色，所以我刚刚在沾粉质的时候啊，就需要来回沾好几次在那个盘里。你看，就这把刷子刷出来透明，就比较散开一点。腮红就是这样淡淡的，我觉得跟它整盘眼影的调调都很像，很温柔的一个感觉那然后呢，我们高光我用这一把吧，这把高光刷唯一的一个高光色看到吗？很亮哎，这高光我就觉得是这盘里面当时最吸引我的一个颜色吧。你看有没有？就是很漂亮，跟这边没有上的比起来。然后在鼻头这边也扫一下。OK， 很棒，很棒的一个效果。阴影部分呢，用的是 ELF 的这个 bronzer。其实我除了它以外，我还买了这个他们很多人说是那个 Laguna， 就是 NARS Laguna 替代。这个是 ELF 新出来的一盘，就它的包装啊都很像 NARS， 你看有没有？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有一个那个指甲印，因为我刚刚就是把它戳了一下，乍一眼看上去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还是稍稍有一点红。好，我们现在把2个颜色综合在一起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就是没那么暖，对不对？这边好像好一点。对吧？这边比这边稍微冷色调一点。我现在很喜欢修下巴这2边，
就看上去让下巴尖一点。因为你把这边就是相当于推进去了嘛，像美图秀秀里面那个 P 脸的时候，脸往里推的那种效果。OK， 这边睫毛有点塌，我把它夹一夹。哇，我夹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刷刷好长啊。夹起来以后又好看一点，有没有？用这把大的刷子去晕开一下。就最近啊，阴影也会涂到发际线这边。我倒是还没有就是开始产后脱发之类的，因为没有就是说这样一抓有一把头发掉下来，但我觉得感觉头发变少了，看上去变少了。好，不管怎么样，涂口红。口红最近我发现 MAC 的这个 Prep and Prime 还蛮好用的，就是作为一个唇部的打底。最近睡觉不够嘛，嘴唇真的很干，超干的。镜头上看明显这边阴影要自然好多，这边有一点太深了。算了，修补不好了，就这样吧。今天口红呢，新买的，但是我已经拆过了，已经涂过了。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它是 NARS Jane 这个颜色。修一下唇边。OK。好了，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还蛮搭今天的妆的？看起来很日常，然后很漂亮。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OK， 正好差不多咖啡也喝完了，我们妆也化好了。我感觉今天这个妆还是比较简单的吧，不是说特别复杂。然后眼睛啊也是用的是，就今天所有你们看到我用的产品我都挺喜欢的，没有一个。Alexa 又说话，吓死我了。没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雷到的或者吐槽的吧。唯一我不是很确定那个效果的就是这个 ELF 的 Makeup Mist， 因为这个东西看它持不持妆需要就是过很多个小时以后。那我现在刚画完，我也不知道。对，然后它味道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闻起来不是说特别高级的一个味道。除此之外。除了它以外，其他我们今天用的所有东西我都非常喜欢，整个还是一个我自己挺满意、蛮成功的一个妆容吧。前面就化妆之前给你们看到的好几天没合眼睡觉的那个脸光泽度啊，还有那个健康程度都看起来好多了。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这个妆容。好，那以上呢就今天视频所有内容。还是一样，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视频呢，可以在下面给我点个赞。如果你是 B 站的，你可以在这里给我弹幕啊什么的。然后今天可能我讲话有点赶什么的，但是我会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录视频的速度吧。有了 Charlie 以后，生活步调比较快啊。那我们很快下次再见吧，拜拜。